全聯盟僅剩曾子佑與吳念庭能維持30%打擊率，這究竟是投手科技革命的完全勝利，還是台灣打者養成體系的全面脫節？現代棒球真的被飛球革命玩壞了嗎？今天我們要來拆解這場關於長打的危險遊戲。歡迎收看《野球特報》。在深度分析之前，我想邀請還沒訂閱的朋友訂閱我們的頻道，記得要開啟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最新上片通知哦。如果想支持我們產出更多深入的分析，也超級歡迎加入頻道會員哦。還有，跟大家分享，史蒂芬頻道商店正式上線哦！現在就點開底下資訊欄的商品，或是影片結束後來商店逛逛，裡面有我們精選的職人好物，帶走喜歡的商品，就是給頻道最實質的鼓勵哦。好啦，那我們直接進入正題。中職2026年賽季的數據表現，真的讓所有人跌破眼鏡。聯盟平均打擊率竟然掉到了.249，這不只是單純的投高打低而已，它直接打破了2004年.249的歷史最低紀錄。以前我們常說30%打擊率是頂尖打者的門檻，但今年全聯盟符合規定打席的打者中，竟然只有2個人能跨過這道坎，分別是台鋼雄鷹的曾子佑與吳念庭。這個現象確實非常驚人，因為我們對比2025年的數據，當時還有6位打者維持在30%以上，包含吳念庭、林安可、林泓育、陳晨威、魔音跟李凱威。結果短短1年內，打擊排行榜就像是被大火焚燒過一樣，幾乎全面瓦解。甚至連具備大聯盟資歷、爆發力驚人的張育成，.293的成績，在今年就已經能排到全聯盟第4名了。這讓我們不得不去思考，這背後到底是發生了什麼樣的結構性轉變？其實我們看數據就能發現端倪，這不是打者突然不會打球了，而是投手端的進步速度實在太過恐怖。現在中職的投手在硬體天賦跟軟體技術上都迎來了雙重進化。以前如果一個本土投手能投到150公里，那就是絕對的火球男，是球隊的王牌。但根據2026年的統計，很多本土投手都可以穩定催出接近或超過150公里以上的平均球速。沒錯，像是富邦悍將的曾峻岳，他的極速已經來到155公里，還有統一獅的鍾雲華，中職測試會就飆出151公里。進入職棒訓練後，平均球速更是從去年的147公里提升至150公里。甚至樂天桃園的先發投手陳克義，在今年也迎來了球速大爆發。他不僅極速突破，連場均球速都大幅提升。這種球速的普遍提升，讓打者在打擊區內的反應時間被極度壓縮。而且球速只是冰山一角，最致命的其實是有效轉速的實踐。現在各隊都引進了 TrackMan 等追蹤系統與運動科學設備，投手開始學習如何透過球路設計，讓四縫線快速球帶有更高的有效轉速，產生那種球在進壘點不會往下掉，甚至有上串錯覺的位移。當150公里的火球搭配這種高效率轉速，打者的揮擊軌跡很容易就被徹底破壞。我們來看這2年的整體數據對比。2025年聯盟平均防禦率是3.449，到了2026年直接下降到3.202，每局對上壘率 WHIP 也從1.295縮減到1.267。雖然三振率變動不大，維持在16%左右，但打者的揮空率卻從18.9%攀升到了19.1%。這說明了現代投手的球路品質已經達到另一個層次，讓打者即便碰得到球，也很難掌握到球心。葉君江總教練也提到過，現在的投手比起過去真的進步太多。這種極難掌握的球路軌跡，讓打者面臨了生存危機。但有趣的是，在投手變強的同時，打者的攻擊策略似乎也出現了問題。我們看到2026年聯盟的場內安打率 BABIP 掉到了.291，這跟2025年的.301相比有明顯滑落。這代表，即便球被打進場內，形成安打的幾率也變低了。這就要談到打擊端的結構性衰退。現在打者非常追求長打魅力，這可能受到大聯盟飛球革命的影響。
現代打者對於被三振已經不再像以前那麼在乎，他們為了追求長打，會刻意拉大揮棒軌跡或是調整仰角。但在面對現在這種高轉速、高球速的投手時，如果你還在量好球後堅持大揮棒，結果就是揮空率上升，或是擊球點完全沒咬中。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核心觀點：飛球革命在台灣是否水土不服？飛球革命強調的是擊球仰角要落在8到32度之間的甜蜜點，要把球往空中打，但這是有先決條件的。那就是打者的擊球初速必須夠快。大聯盟定義的出色擊球，初速至少要達到98英里，大約是157.7公里。如果初速不夠，你把仰角拉高，那球只會留在空中，被外野手輕鬆接殺。從2026年的數據來看，這點非常殘酷。像台鋼雄鷹的洋炮魔鷹，它的平均擊球仰角高達20.2度，是全聯盟最高的。而它的平均擊球初速有146.3公里，極速甚至來到185.9公里。這種等級的力量，它當然有資格玩飛球革命，因為它擊球後的動能足以支撐球飛過全壘打牆。同樣的，張育成的極速初速也有188.9公里，他們是有物理本錢的人。但問題就在這裡咯，聯盟中大部分的本土打者平均擊球初速通常落在135到140公里之間。在這樣的物理條件下，如果盲目追求大於15度的仰角，真的就是掉入無效飛球的陷阱。數據顯示，2026年聯盟的純長打率 ISO 從前一年的.099掉到.088，長打率也萎縮到.337。這說明打者想打長打，結果長打沒變多，反而連安打都賠掉了。沒錯，這正是為什麼整體打擊率會崩盤的原因。再加上現在中職的比賽用球恢復係數 COR 大約是.556，雖然在合格範圍內，但絕對不是2020年那種隨便碰一下就飛出去的彈力球。在球彈性中等且對手守備布陣日益精進的情況下，如果你把原本能形成穿越安打的強襲滾地球改成初速不足的高飛球，那對球隊的得分創造力其實是負面影響。我們可以看到，2026年的加權上壘率 WOBA 也降到了.316，整體進攻創造的分數也呈現疲軟，這讓比賽變得有點單調，充滿了三振、保送跟外野接殺，對觀賞性來說其實是種挑戰。說到提升觀賞性，我們絕對不能忽視洋炮的影響力。在本土打者集體陷入低潮的2026年，像魔鷹跟樂天桃猿下半季引進的威克，增加了球迷許多的討論。魔鷹在台鋼雄鷹的表現，大家有目共睹。即便在這樣極端的環境，他還能維持.288的打擊率跟.232的純長打率。他的存在證明了，只要力量夠大，技術夠好，是真的可以無視環境因素，直接用全壘打改變比賽。維克的部分也很有趣，他在一軍前5場出賽就敲出2轟。雖然他的揮空率高達38.6%，非常極端，但他就是典型的全力拉打型。升上一軍後，前3場打擊就揮出2發深遠的全壘打。即便擊球次數不多，但只要被他咬到，球基本上就可以飛得又高又遠。這種具備絕對破壞力的打者，在充滿低比分投手戰的賽季中，給了球迷一種隨時可能一發逆轉的懸念，這對收視率跟票房來說非常重要。洋炮之間的競爭會產生拉抬效應。當威克跟魔鷹這種等級的打者同場對決時，那種巨獸對決的期待感是本土球員目前還難以提供的。而且這對本土投手來說也是一種高壓訓練。面對這種等級的重炮，你不能只靠球速，你必須要把控球做得更精準，配球更聰明。因為任何一顆失投的紅中球，在這些洋炮眼裡都是絕佳的祭品。這種對抗確實加速了本土投手的成長。魔鷹這種經驗豐富的打者，站在打擊區的威脅感能逼出投手的極限。而且洋炮不只是來打全壘打的，像威克的運動能力跟選球眼都非常頂尖。本土打者如果能近距離觀察他們的準備動作跟力量釋放技巧，對這群深陷打擊泥沼的年輕球員來說，也是很好的學習對象。我們總結一下，2026年這場打擊率.248的風暴，其實反映了台灣棒球正在經歷一個技術不對稱的過渡期。投手端因為運科的導入跑得太快，
不管是球速還是位移，都達到了新高度。而打者在還沒適應這種高品質投球的情況下，又急着想追求大聯盟式的飛球革命，結果就是因為物理條件跟不上，反而導致擊球品質下降。這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。雖然現在看起來是投手大獲全勝，但棒球歷史本來就是投高跟打高交替出現。就像李來發教練以前說過的，投手變強後，打者適應了，成績就會慢慢追上來。未來幾年，隨着本土打者開始強化擊球出速的訓練，或是重新校準擊球仰角，聯盟打擊率應該會迎來修正。在那之前，洋炮的火力跟壘包加大的速度戰，會是維持比賽精彩度的關鍵。我們在看那些全壘打的視覺衝擊時，也不要忘了那些在背後支撐數據的技術轉變。今年雖然全聯盟只有2位3成打者，但這也讓每一支安打、每一次的全壘打都顯得更加難能可貴。每一次的投打對決都是現代科技與人類生理極限的博弈。這或許就是棒球最有魅力的地方，它永遠在變動，沒有永遠的贏家。今天的投手能壓制你，明天的打者可能就會找出破綻。我們也會持續為大家追蹤這些有趣的數據變化。沒錯，這場關於力量與速度的博弈還會持續下去。今天我們深入剖析了2026年中職的數據震撼彈，也希望讓大家在看球之餘，能更了解這些記錄背後的深層意義。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